海南杨浦港开始发力，留给新加坡躺着数钱的好日子真的不多了。要是你最近去新加坡港溜达一圈，可能会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那些曾经24小时连轴转，恨不得把每一秒都换成美金的龙门吊，现在居然时不时静立不动了。这可不是什么岁月静好，这是真金白银在流失的惨叫。咱们来看一组让坡子心惊肉跳的数据。2025年第3季度，新加坡 GDP 增速直接来了个高台跳水，摔到了惨兮兮的2%出头。要知道，去年这时候人家还昂着头，保持在4.8%的高位呢。财政赤字更是像坐了火箭，冲上了15年来的最高点。更扎心的是，曾经被视为铁票仓的中转生意正在大面积塌方。前10个月，中印贸易经新加坡的转口量暴跌23%，泰国散货更绝，半年内直接蒸发了32%。航运业可是新加坡的命根子，贡献了7%的 GDP， 养活了近20万人。如今这棵摇钱树眼看着就要逐渐枯萎了。想当年新加坡的赚钱模式，那叫一个简单粗暴又天才，靠老天爷赏饭吃，外加精明的二房东策略。全球1/3的海运得经过马六甲新加坡网路口一站，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以前咱们和东盟那是穷亲戚互访，贸易量又小又散。橡胶、大米、木材这些散货要先运到新加坡这个大集散中心，拼成一整船，这就叫散货拼装，然后再发往中国。虽然路绕远了，但胜在量大便宜。这套过路费经济让新加坡爽了半个世纪，中转业务占比90%，每年坐收200多亿新元，还顺带把航运衍生品交易、船舶融资这些高端局也垄断了，简直就是躺着把钱赚了的典范。凡事就怕个但是，现在的剧本变了，这个我留到后面再说。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从地理与历史聊聊新加坡的历史与未来。眼前的这座城市有点特别，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岛，总共733平方公里，仅相当于12个浦东机场的海岛陆地，就是整个国家全部的面积。而它就是全亚洲第2小的国家新加坡。在整个东南亚的版图中，我们其实很难找到新加坡这个国家的位置，只有放大再放大，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的马来半岛最南端，才能发现一处不与陆地相连的小小海岛群，这就是新加坡。它的全部国土就是以新加坡本岛与周边62个小岛为主的海岛陆地，而新加坡全国唯一的一座城市就位于这63座海岛中面积最大的新加坡岛上。新加坡是个怎样的国家呢？一提到新加坡，你会想到什么？是那个鞭打帝国主义的藤条，还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罚款？在我看来，用一句话形容它最为贴切，就是地方不大，创造神话。它的国土面积仅有700多平方公里，但就这么个弹丸小国，它却是亚洲第1富，人口500多万，人均 GDP 给你干到了8万多美元。而且它可不像中东那些国家坐拥天然资源，他家除了空气不需要进口，其他的都需要。就这配置，放游戏里开局都得删号重练。结果人家硬是把这手烂泥扶不上墙的牌打成了王炸。他这一路走来，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分手之后活成了让你望尘莫及的样子。那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让咱们把地图打开，你就全明白了。新加坡虽然小，但是它处在马六甲海峡最核心的地方。这马六甲海峡是啥？那是全球海运的任督二脉，东亚这些国家想要去非洲、欧洲和中东买石油，这都是必经之路。就这么一个弹丸小国，又处在这么重要的地理位置上，它没让别的国家吞并，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个奇迹了。结果这新加坡不仅活下来了，还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在马六甲海峡还没这么重要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它先后被暹罗和马六甲王国统治，当时它也不叫新加坡，而是叫做淡马锡。据说有个苏门答腊的王子来到这里打猎，看到了一只从未见到的怪兽，见多识广的小弟告诉他，莫慌，那是一只狮子，是祥瑞之兽。这王子就听信了传言，不仅在这里建立了国家，还给它改名为新加坡，意思是狮子之城。其实后来经过调查，新加坡这个地方压根儿就没有狮子，我怀疑就是他的小弟走累了，本想用狮子吓唬一下王子回家，但是又害怕王子一激动给他咔嚓了，所以在后面又加了一个祥瑞之兽。时间又到了19世纪，无人问津的新加坡才渐渐地进入大众的视野。因为当时马六甲海峡都被荷兰给牢牢把握了，
他一年光靠收来往船只的过路费就赚了个盆满钵满，给英国人馋蒙圈了，哈喇子流一地。英国巡视一圈，就剩下新加坡这块没人要的边角料了。1819年，英国就跟当时新加坡的柔佛王国签订了协议。英国随后在这里疯狂的砸钱，建立军事基地，大搞基础建设。当时的荷兰一看英国在新加坡吃的是满嘴流油，那是非常的不爽，就让英国无条件撤出新加坡。英国人就说了，断我财路如同杀我父母，爱咋咋地。荷兰人一看这英国人就是咬住了不撒嘴，他也没招。双方谁也不退让，就在1924年整出来个英荷条约，把这马六甲海峡给瓜分了。这个时候的新加坡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那个时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在家乡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有3个方案，一个走西口，一个闯关东，另一个就是下南洋。下南洋就是来东南亚这些国家。又因为新加坡这个地方英国人把它建设得挺好，它就成了首选的打工圣地。时间又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个时候的英国已经是世界霸主了，东南亚地区也基本上全在英国人的掌控下。当时因清政府无能，很多华人被卖到新加坡做劳工，他们被称为猪仔。到了1860年，华人取代了土生土长的马来人，成为了新加坡第一大族群。随后英国人觉得光靠收点买路财还是赚钱太慢，一琢磨，干脆把新加坡变成自由贸易港，再放任灰色产业发展。这个时期的新加坡也是最乱的时候，由于英国人的放纵，新加坡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黑帮。他先是支持黑帮为了钱财械斗，等你做大做强的时候，再高举镰刀收割你。当时在新加坡的华人还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事实的，所以咱们国家的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南洋华人都给予了巨大的帮助。那他这么帮助咱们，小日子能放过他吗？早就恨得牙根都痒痒了。二战一爆发，新加坡立马成了小鬼子的眼中肉。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2天，同时向马来西亚、新加坡发动了侵略。这个时候的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有着大量的驻军。结果不知道是怕了小鬼子还是怎么个事儿，一枪没放，直接跑路了。日本都懵逼了，我可是做了万全的准备，要跟着英国一较手腕的，你这跑得也太快了，我这连个屁味都没闻到，这也太没意思了。这日本想收拾新加坡不是1天2天了，让你天天支援中国送钱送飞机的，就对新加坡的华人展开了肃清行动。据说是屠杀了咱们将近10万华人，好不容易熬到二战结束，那个不负责任的前男友英国佬又舔着脸回来了。新加坡虽然知道英国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但没办法，刚被鬼子揍完身子虚，还得靠这棵歪脖子树来挡挡风。一直忍了50-60年，全世界各个殖民地都刮起了要独立的旋风，他也就趁这个机会宣布独立了。刚刚独立的新加坡那是要啥啥没有，粮食淡水都没办法自给自足。他一看这么下去也不行啊，就寻思找他前夫看看能不能给个活路。恰巧马来西亚正牵头要联合周边几个小国一起弄个马来联邦，他让新加坡加入，就是因为他惦记英国人给新加坡留下的这点遗产，所以他就天天换着花样跟新加坡要钱。不是他二舅老爷过100天，就是他3舅妈又失恋了，这大事小情的你是不是都得随点礼啊？就这么剥削压榨，新加坡都忍了，但是没想到这一来二去的马来人还不愿意了。那他为什么不愿意呢？这里就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那个时候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这个人可挺厉害，搞经济有一套。但不好的就是因为李光耀是华人，这地方本身华人就多，占比74%，剩下的是马来人和印度人。这马来一看这华人都拥护他，这么下去早晚要脱离掌控，干脆一纸休书，你自己玩泥巴去吧，我可不要你了。这一下就给新加坡整得干瞪眼了。别的国家独立都是举国欢庆，而新加坡则是李光耀含泪在发布会上宣布，新加坡被迫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没办法，他是终日以泪洗面。行，你们都不要我是吧？都嫌弃我是吧？我一定要自强，让你们都后悔。这个时候的新加坡虽然独立了，但是国际上不承认它，它还有可能面临着其他国家的入侵。你看那东边的东帝汶，在1975年宣布独立，仅独立了9天，就让印度尼西亚给武装入侵了，所以新加坡就得先研究自保，就找到他的前男友英国人说，咱俩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了，你得念点旧情。正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英国一看这小老弟儿现在过得确实惨，就动了恻隐之心。虽然当时的英国已经是狗屁不是了，但对付东南亚这几个地头蛇还是绰绰有余的。他先是帮助新加坡加入了英联邦，紧接着又在他的运作下加入联合国。
这安全问题解决了，那下一步就是得搞点钱了，手里有钱，腰杆子才硬。这新加坡大酒楼正式挂牌营业，这地方是航运要道，肯定是不差生意。但它有几个老牌的竞争对手，马来西亚跟印尼都在这里服务来往船只几十年了。这新加坡就研究了如何在他们的包围之下杀出一条血路。想要突围，就得提升服务质量。那服务的宗旨是什么？钱少，活好，事还少。这一下子就把新加坡的口碑给打开了。李光耀又说，咱们有钱了，就得发展建设，不能把钱放在银行里吃灰，拿出来搞花园城市。你像新加坡的地标性建筑鱼尾狮就是这个时候弄的。这前2步都走完了，这第3步就得是立规矩了。咱们本来就是搞服务的，人员素质一定要高，所以新加坡的刑法在世界上都是出了名的严苛。你像随地扔垃圾，抓到就罚款。这里不仅要问了，咱们不也是吗？但新加坡到现在还有鞭刑，咱们有吗？3鞭子起售，24鞭子封顶。而且人家新加坡的大鞭子可不是咱们小时候不听话妈妈打你的裤腰带，人家是1.2米的大藤条，比你的大拇指还要粗上1圈。在行刑前一晚泡上1夜凉水，必须得给它浸透了，打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行刑的一般都是1.9米200多斤的彪形大汉，而且基本上都是什么运动员、退伍军人，天天没别的事儿干，就研究怎么能打得又狠又准。而且在新加坡，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别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一视同仁。1993年就有个美国小伙麦克，偏偏不信这个邪，在新加坡大搞行为艺术，那是乱涂乱画，仗着自己是美国人身份，被抓现行还死不承认，结果就是被罚了2000美刀，外加6鞭子。这消息一出，全世界都等着看新加坡笑话呢。毕竟是美国老大哥，那可是当时的世界霸主，要给面子，还不能破了自己的规矩，就从这6鞭子给他降到了4鞭子。但是这4鞭子也受不了啊，该说不说，这吃牛肉长大的体格子就是好，硬扛了2鞭子才晕了过去。新加坡政府一看这可不行，毕竟美国总统都求情了，给打死了不好收场，就让救护车先给拉医院去了，等养好再把剩下的补上。这美国小伙离开时说了一句话，说自己永远也忘不了新加坡的大藤条。就在这件事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新加坡嘚瑟了。正常人虽然不敢了，但是不正常的人却不怕。2014年，一名小日男子在新加坡性侵了20岁的女学生，还将录像发给了自己的朋友。东窗事发后，他还想利用自己的国家给新加坡施压，要求轻判。新加坡政府就讲话了，美国人都让我打个皮开肉绽，何况你个小日子，直接判了他17年监禁，外加20下鞭刑。这里有同学可能会担心，直接给他打死了不便宜他了。放心，新加坡的法律不会的，一看你不行了，马上抢救，剩下的先给你存起来，等你养好了再打。最可怕的是，执行鞭刑的时间并不会告诉罪犯，所以他每天都会在焦虑和恐惧中度过。而且新加坡监狱的生活条件那是相当的残酷，它和其他国家的监狱不一样，它没有床，犯人直接就睡在水泥地上。去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新加坡这个地方湿度特别的高，平均湿度都在50%到60%之间，最高的时候能达到80-90%，跟一般的桑拿房差不多。你想吧，犯人在这么高的湿度下睡在水泥地上，啥好人能扛得住？所以一想到日本这个犯人要在那个监狱关17年，我就莫名的。经过了这几步，新加坡算是彻底站稳脚跟了。那下一步就得是研究小康了。我们得拉投资，吸引全世界的有钱人都来。但是人家凭什么来你这里投资呢？说白了，你就得让人有利可图，让人赚钱。李光耀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主打贸易自由。先是控制薪资，通过吸引外商的加入，还有就是英国在殖民期间给他留下了先进的金融业。只要你带着钱来投资我，我不管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我都给你保密。这一下子，新加坡的金融业也在世界打响了。但是李光耀的眼光可不仅限于此，他先是通过服务业让国家吃上饭，又通过金融业实现了小康，那下一步就得是发大财了。这个时候正值咱们和日韩急速发展时期，所以就需要在中东大量的购买石油，而这马六甲海峡又是来往船只的必经之地，他就研究，要不你也得在我这里吃点饭放松一下，我趁着你休息的时候，我直接把原油给你提炼好了，再给你运过去，这不两边都省事儿了吗？这买卖值得好好做一下。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新加坡地方太小，李光耀大手一挥，不就是填吗？填海造岛，把南岸的7个小岛填成一个大岛，玉郎岛就这么硬生生的给填了出来。
到今天，玉郎岛上有95家国际性的大公司，同时他又把自己的利益跟美国绑在一起。新加坡把樟宜港提供给美军作为海军基地，有了这个基地，美军就可以快速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咱们的南海和印度洋。这一系列的操作让新加坡发生了巨变，再也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假如你想出国旅游，选择新加坡的话，你别看那里华人多，一定要遵守人家的规矩，要不人家那1.5厘米的大藤条可不认人。管你是东北虎还是西北狼，到这一鞭子下去，保证你哭爹喊娘。本来就对华人态度不好的新加坡，现在又因为海南封关抢了他们的饭碗，那别提心里的想法了。说到抢饭碗，我们再接回到前文说的剧本变了的话题，中国和东盟现在是什么关系呢？双边贸易额炸裂式增长，中国连续16年是东盟的老大哥，东盟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生意做到这个份上，还需要新加坡这个中间商赚差价吗？量变直接引发质变，现在货量大到足以支撑点对点直航。货主们又不傻，谁愿意当冤大头多交纳3%到5%的服务费？一场关于谁才是老大的物流革命，正在南海悄悄把新加坡的饭碗给砸了。这场围剿是全方位的，陆上和海上一起动手。先看陆上，中老铁路就是插进中南半岛的一把尖刀。截止2025年11月，这铁疙瘩已经运了1500万吨货，覆盖19个国家。以前泰国香米、老挝木材需要慢吞吞运到新加坡中转，现在朝发夕至，直插咱们家的大西南。这一条铁路就把新加坡来自泰国的散货生意干掉了1/3。再看海上，这才是真正的王炸。大海南的杨浦港开始发力了。以前大家觉得杨浦就是个弟弟，现在人家是钮祜禄杨浦，数据摆出来吓死人。2025年前10个月，杨浦到印尼的直航货运量暴涨78%，同期新加坡对印尼的转口量呢暴跌23%。这不叫竞争，这是直接截胡。为啥大家都跑杨浦去了？算笔账你就懂了。从雅加达直达杨浦航程只要6天，比绕到新加坡省时省力，综合成本直接暴降32%。这是啥概念？跑一船，燃油费能省60万美元，装卸费比新加坡便宜40%，连加个保税油都能省下20多万人民币。仅印尼金光集团这一家土豪，一年就能省下1.2亿美元的中转费，这省下来的可都是纯利润啊！而且杨浦现在是加成叠满，企业税率15%，新加坡是17%，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电子报关1小时搞定，效率是新加坡的5倍。加上 RCEP 的助攻，杨浦现在就是个拥有4个20万吨级泊位，年吞吐能力500万标箱的超级怪兽。结果就是中国经马六甲的集装箱货轮少了40%，新加坡吞吐量直接掉了30%。资本最诚实，12家航运金融机构和律所哪怕违约也要搬家，带着3000多名高端人才跑到了上海、香港或杨浦。以前中国80%的石油得走马六甲，新加坡靠着给油轮加油、修船、搞金融服务，那是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呢，能源通道去马六甲化，搞得风生水起，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通了，中缅油气管道扩建了，中国经南海的能源运输占比稳步提升到了45%，新加坡这能源补给站的地位眼看着就要从刚需变成备胎，就连引以为傲的金融中心光环也在褪色。随着上海和香港在人民币航运金融上的发力，那些依附于实体物流的高端金融服务也成了无本之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物流都没了，谁还在你这儿搞船舶融资？面对这波混合双打，新加坡也不是没反应。先是买装备壮胆搞太阳能，弄高科技农业，还拉着马来西亚搞特区，但这更像是在这种结构性崩塌面前的垂死挣扎。说白了，这是路径依赖的诅咒。几十年来靠着地理位置躺赚，导致经济空心化严重，90%出口全是转口贸易。现在人家不带你玩了，你想转型搞高端制造，底子太薄了。加上之前过度迷信美国吹嘘的那套海洋中心论，没看清陆权复兴和区域直航的大势，外交上也没少给周边国家添堵。现在想搞好关系有点晚了，可以这么说，新加坡的困局就是地理套利时代的墓志铭。以前的世界贸易是糖葫芦模式，必须得经过新加坡这个竹签把大家串起来。现在的玩法是蜘蛛网模式，中国和东盟直接织了一张高效扁平的大网，铁路直航，数字化通关，点对点直连，中间商那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
当然啦，杨浦港还处于初始发力阶段，而且咱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彻底卷死谁，而是想给全球贸易多一个选择。当货物能选最快最省的路直达时，任何想靠着垄断路口躺着收过路费的日子都彻底到头了。全球贸易的洪流永远只流向阻力最小的方向。新加坡如果还抱着老黄历不放，不肯拥抱新贸易时代的到来，那它的那些龙门吊只会越来越孤独。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